有缘的同胞们，是时候擦亮眼睛看清现实了。这条视频可能就是你未来10年的人生转折点。你敢相信吗？每天准时送达的外卖小哥，风雨无阻接单的网约车司机，还有你熬夜爆肝赶出来的 PPT 方案，不出10年，这些都将成为历史。这不是危言耸听，看看特斯拉工厂里，机器臂已经替代了3%的工人。阿里云的 AI 设计师一天能吐出7000张海报，比人类快上百倍。那些教你开网约车的培训班，可不会告诉你广州街头已经有自动驾驶出租车跑满1000万公里，武汉协和医院的 AI 问诊准确率飙到了91%。最恐怖的是什么？这些颠覆性技术都是近2年突然冒出来的。但比技术更可怕的是，99%的人还活在20世纪的思维牢笼里。今天咱们就掏心窝子聊聊，当 AI 全面接管时，咱们普通老百姓到底该怎么活？很多人还没意识到，人类正站在历史转折点上。AI 就像个不讲武德的武林高手，正在废掉人类的所有绝活，知识、经验、聪明、才智、价值体系，通通要重新洗牌。以前是工厂生产过剩，现在是人类的知识储备过剩。AI 把5000年的文明成果都装进了云端数据库，顶尖的医疗方案、法律文书、教育课程，现在点个鼠标就能白嫖。信息差被碾碎之后，现在连知识垄断也被打破了。过去机器取代的是体力劳动，现在连律师、会计、医生这些金饭碗都要保不住了。5年之内，餐馆服务员、快递小哥、网约车司机、小区保安这些岗位，统统要变成机器人。不管你引以为傲的是开车、做饭、做设计还是写文案， AI 都能用白菜价的成本干得比你更快更好。当机器人遍地跑，当知识成了免费资源，商品成本就会暴跌到近乎为零。这时候马克思预言的按需分配真要实现了，拼多多的9块9包邮只是个开始，未来 AI 能把价格打到让你怀疑人生。等到物质丰富到泛滥成灾，你囤积的商品还能卖钱吗？商人这个职业会不会消失？这个问题值得每个人深思。现在的社会就像个布满漏洞的破渔网，聪明人能钻空子赚钱，但 AI 时代，这个系统会越来越密不透风，人脑哪算得过云端超级计算机？管理大师德鲁克早就预言，人类要活下去，就必须重新定义成功，因为 AI 时代注定是内卷的终极形态，99%的人拼死拼活也只能挣点血汗钱。20年前，马云说让天下没有难做的生意，如今却是天下根本没有能做的生意。当 AI 把市场竞争推到极限，所有行业都会陷入价格绞肉机。同样的商品，永远有人比你便宜；同样的服务，永远有平台补贴的更狠。消费者比价越来越方便，最后只能拼到零利润，甚至倒贴钱。看看淘宝就知道，没有最便宜，只有更便宜。这不是科幻电影里的场景，而是正在发生的现实。你我都是这场变革的亲历者，要么主动拥抱变化，要么被时代的车轮碾过。接下来的内容将为你揭开破局之道。拼多多直接把快消品的价格底裤都扒下来了，比淘宝还要狠。同样的袜子，淘宝卖 19.9 元包邮，拼多多直接砍到 9.9 照样包邮。倒闭的淘吉吉更疯狂，搞出1元拼单10块钱买5件，这种让人惊掉下巴的操作。
现在做生意就像在悬崖边打架，你成本7块卖9块，隔壁老王马上挂出8块的招牌，你卖8块，老子就敢亏本卖7块5，甚至有人宁可倒贴也要用6块8的价格干死同行，就等着吃独食那天。全社会打工人赚钱的魔咒来了，每个行业都像被装了定时器，暴利期转瞬即逝。还记得10年前的淘宝吗？最早那批卖家躺着都能赚钱，等大伙儿嗅到铜臭味，一窝蜂涌进来，市场立马变成绞肉机，利润率就像漏气的气球，最后只能跌到全社会的保命线，在中国差不多就是6000到1万这个死不了活不好的区间。当年贴某小哥月入3万，美甲师傅开宝马，滴滴司机躺赚，现在全都成了街边普通手艺人。这套自动调节系统比孙悟空头上的紧箍咒还灵。早些年搞培训的靠电话轰炸就能日进斗金，现在光获客成本就能扒掉3层皮。百度竞价点一下10几块，抖音推广费比赚的还多，最后算账时发现利润还不如送外卖。外卖平台更绝，逼着餐饮老板们天天搞满20+15的吐血大促，订单哗哗来，利润哗哗走。滴滴司机这2年的遭遇就是活教材。最早入场的月入2万不是梦，现在新手老手挤破头，平台抽成越抽越狠，补贴越砍越少。如今的平台把商家当拉磨的驴，绳子松紧全看心情。你快要饿死了就赏颗糖，刚喘过气又勒紧缰绳。淘宝拼多多上的商家在价格战里杀红眼，美团饿了么的餐厅在折扣里打滚，最后赚的那点钱就像驴子眼前的胡萝卜，看得现吃不饱。你一旦活得稍微滋润点，算法就掐住你的脖子。就像如来佛的手掌心，商家们被玩弄于股掌之间，求生不能，求死不得。这就是 AI 时代商家的终极宿命。所有平台的算法都暗藏3把杀人不见血的软刀子。第一招叫涌动齿轮，逼着你像拉磨的驴，24小时不停接单直播制造内容。春蚕吐丝到最后一刻，蜡烛成灰才肯罢休，算法要榨干你的每一丝精力。第二招叫帝王心术，谁敢冒头就和谁翻脸。当某个商家翅膀硬到能跟平台掰手腕，算法立马抽梯子断后路，转头就捧新人上位，玩得一手漂亮的制衡术。第三招叫鲶鱼效应，在商家群里不断制造贫富悬殊，等差距拉大到要出乱子了，又假惺惺扶弱一强。说白了，大家都是算法棋盘上的卒子，平台赏饭就像喂鸟，保证饿不死，但也绝不让吃饱。这正应了《国富论》的预言，生意越红火，钱越难赚。不是世道变差，恰是商业文明进化的代价。往后想靠卖货发财，门都没有。新时代的黄金藏在消费数据里，你的用户画像、粉丝基数、消费轨迹，这些才是硬通货。看看小米的骚操作，手机电视当诱饵，性价比高到离谱。人家压根不靠硬件赚钱，玩的是圈人游戏。等聚起1000万铁粉，转身就见生态圈卖服务，数据池里养出金鲤鱼。这叫商业版放长线钓大鱼，
利润都藏在用户关系的长尾里。眼下越来越多的商家在憋大招，9块9包邮免费试用倒贴钱促销，就为套取你的消费数据。等用户量滚到临界点，各种增值服务自然冒出来。这趋势正应了马克思预言，物质极大丰富后，按需分配不是梦。但残酷的现实是，数据金矿早被平台和巨头瓜分干净，他们握着你的消费密码，比你妈还懂你。普通商家就像数据乞丐，手里那点用户量在巨头眼里连零头都算不上。未来商业世界，要么当坐庄的赌场老板，要么做卖苦力的赌客，没有第三条路。未来只有成为某个领域的绝对王者，才能真正赚到钱。行业里一的顶尖玩家将吞下整个市场99的蛋糕，剩下的普罗大众只能分食那点残渣碎屑。人类社会正在撕裂成2大阵营，掌握数据命脉的一新贵阶层与99被数据操控的无产者。说到赚钱的门道，除了玩转消费大数据，还有更狠的招数——供应链金融。这可不是普通生意经，而是用核心资源织就天罗地网，把上下游的供货商都牢牢绑在自己的战车上，先掐住他们的咽喉，再放高利贷给他们续命，既赚产品差价又吃利息差，堪称当代双刀流赚钱术。看看互联网巨头们怎么玩，支付宝的花呗借呗，美团的月付功能，让老百姓借钱消费停不下来，神州专车的预存返现，滴滴的充值优惠，把现金流都攥在手心里。传统企业也不遑多让，家电巨头们通过押金和预付款，把经销商的活水钱都抽进自家金库。更残酷的是，未来只有掌控整条供应链的大佬才能笑到最后。普通商家就像棋盘上的小卒，就算手握100万粉丝的网红，没有自己的产品供应链，照样赚不到几个铜板。这世道，单打独斗的生意人注定要被按在地上摩擦。科技越发达，财富流动越疯狂。高铁通到县城，人才反而加速涌向北上广直播平台，把99的流量喂给头部主播，小主播们抢破头也分不到残羹冷炙。现在可不是28定律，是赤裸裸的1比99法则。钱生钱比人赚钱容易100倍，社会的财富就像被磁铁吸住一样，一个劲儿往有钱人兜里钻。3、4线城市的凋零已成定局，就像当年农村被城市虹吸，现在小城市正被大城市疯狂抽血。电影票房、综艺收视都在上演赢家通吃的戏码，观众眼里只有冠军，没有亚军。这就像大江大河奔流到海，谁又能挡得住呢？记住这个铁律，在信息全透明的时代，信息流通零门槛的时代，所有聚光灯永远只会对准行业状元。残酷的现实是，第2名、第3名连汤都喝不上，只能在价格战的泥潭里打滚。未来的生存法则就2条，要么当状元，要么当独苗。只有把同行甩出8条街，才能独占市场红利，吃透整个赛道的利润。选赛道前先问自己，有没有信心碾压99的从业者？如果没有，趁早换战场。这个趋势有多狠？互联网时代注定让99的人只能赚血汗钱。如果还用存款多少定义人生成败，
整个人类社会迟早被焦虑吞没。就像管理大师德鲁克预言的，人类要活下去，必须重新定义成功。看曙光，超级平台终将成为国家治理的新基建。这些智能平台就像精密齿轮，通过算法推送机制实现社会资源的精准配给。虽然多数人挣的还是辛苦钱，但财富差距会持续收窄，机会天平正在矫正。最值得期待的变化是，每个人都会活成行走的 IP。 未来区分人的不再是银行卡余额，而是你身上的价值标签。歌手、舞者、作家、科研大牛、金牌律师，这才是个人 IP 崛起的黄金时代。商业生态正在大洗牌，传统生意人将成历史尘埃，取而代之的是形形色色的价值创造者。农民可以是有机种植专家，工人能成为非遗匠人，医生转型健康顾问。这些新个体户才是未来经济的中流砥柱。未来能持续赚钱的就两个行当，要么做服务，要么做教育。当你羽翼未丰，就用心服务他人；当你修炼成精，就潜心启迪后辈。产品只是载体，认知才是硬通货。记住，人生高度不看起点，看拐点。机遇永远藏在转折处，奋斗改变命运。这句话永远不会过时。觉得有启发就点个赞，留言智慧人生，让智能浪潮推你上青云。订阅频道不迷路，加入会员圈子，和同频人携手创未来。随手转发正能量，功德福报自然来。